在这个我们这次两会开幕以后呢，大家非常关注一个啊，就是中国今年的这个发展速度啊。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曹卫东。因为这个 GDP 嘛，这个是国计民生啊，不但我们国家的民众非常的关心，而且国际的这些媒体舆论呢，还有人们都非常的关心。因为毕竟你在这个疫情的情况下，在这个世界动荡不安的情况下，中国的这个经济发展，它的这个比重或者影响力是非常巨大的。所以呢，大家就盯着你的这个GDP 的这个量就是今年怎么定。那我们现在看到呢，非常明确是定的增长5.5%。那这个有的人说呢定高了，有的人说呢差不多。我认为呢这个指标应该说是定高了啊。为什么说定高了呢？因为这个从世界银行它这个判断呢，它是从全球的这个经济角度，它预判就是在2022年呢，这个世界的经济不会有太大的就是好转，这个经济形势。一方面呢，就是国际的这个动荡的局势，因为国际的动荡局势呢，导致了就是它的这个原材料能源的上涨，那这个对于发展显然是不利的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就是这个疫情并没有完全控制住，尽管有些国家采取了一些放松就是这种宽松的政策，就是反正任其发展，或者是我也不做太严格的限制了。那你这几个国家不做限制之后，它会影响到全球因为毕竟这个疫情它是会传染的那它会对整个全球这个人员交流物资的交流也就是物流产生巨大的影响你比如说这个我们曾经遇到过，比如说这个苏伊士运河拥堵了，那一拥堵这个船货都没法走了这个运输价格也上了，保险价格也上了。本来这次这个俄乌冲突呢，没有苏伊士运河什么事儿，但是有人也要求你要是过苏伊士运河的这个俄罗斯的船不能走，那你这个船的价格要上涨等等。那你看看这个会带来就是在这个物流上的问题。还有呢，比如说我们看到过，因为疫情的原因，很多的货物进了港口就运到了港口之后卸不下来，没有工人或者没有车辆那这个就是你货运不走，那这个材料运不走，你下面的这个下游的工厂怎么办？我没有货，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没有原材料，我没法生产，我生产的东西运不出去，货物都堆积在码头呢，那儿里边有什么呢？那儿里边包括这个集装箱都腾不出来，那你说说这个不就造成这个物品或者是货物的这个运输价格，整个压舱整个这个价格都会全部上涨，那体现到我们的生活中，就会说物价整个的上涨实际上在欧洲很多国家已经明显体现出来了，比如能源上涨比如取暖费翻番的涨这个运输费翻番的涨还有其他的一些包括生活用品就是食品等等都在上涨，那这个导致了就是通货膨胀。还有呢就是芯片短缺那你芯片短缺之后呢，很多的下游的产品或者需要的产品都没法生产，比如汽车手机等等，它都会受到影响。那你这些影响，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单一的商品，而是说呢，它会整个影响到体系。比如说你没有汽车，就影响到交通运输吧；你没有手机，就影响到这个通信吧，对吧？那这样的问题就是比如说疫情商品动乱的局势包括自然灾害今年因为也有汤加的火山爆发我们还给汤加人民送去了这个救灾的物品那这些自然灾害，谁敢说下半年就没有了？这个地震或者是火山爆发或者是气候的这种变化，谁敢说就没有了？那还有的人说呢，这个
我们春暖花开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疫情控制住。那你讲的是北半球春暖花开了，南半球呢？南半球入冬了。现在这个智利他们在科考的时候，就科学考察的时候，他们在南半球啊，已经把这个新冠病毒带到南极去了。它在南极的这个潜伏期或者是这个生存期是很长的。那我们讲，你北半球春暖花开了，比如说啊，你控制住，况且我们现在看并没有控制住啊，不好啊，局势。哎，那南半球要再发了呢，对吧？那这个疫情这么严重，你很多的生产生活，包括军事行动都受到影响啊。那你怎么能够按照一个既定的就是指标来完成这些任务？就是说，你已经看到了这个环境不好，你定这样一个指标，是不是就是高了呢？因为你完不成啊。因为就是世界银行它预估呢，美国可能是就4%的增长，中国可能是4.8%。所以如果说我们能完成5%，应该说就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但是现在我们定的是5.5啊，当然我们把指标定高一些没有关系，反正这个你不能说定个3或者定个比较低的指标，那基本上就是不用费劲儿就可以完成了。我们定个指标就是要保质保量的稳步的生长。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党中央和国务院呢，实际上定的这个总的思路也是求稳就是稳中求进。那所以稳中求进，那你的这个指标到底定成一个什么样的数据就是要看我们就是怎么干了，就是我们如何就是看到这个指标以后，这是一个比较高的指标，那完成一个克服疫情，我们怎么去克服这个疫情？怎么在全球化的这个产业链中完成自己的事儿？因为很多事儿它不是你能够独善其身的，你一家比如说封闭起来就能完成的，不行啊！它有上游、下游，它有产业链，它有运输的这个环节，还有各种的因素比如说外界的这种制裁，包括你的这个安全的环境等等，这些都是变化。就是我们既然开完两会了，就是要思考或者解决我们怎么去应对这些困难，怎么去应对这些挑战。只有我们克服了困难，有效的应对了挑战，我们才能够完成这样一个指标。关于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感谢大家关注本栏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